希望你看清脚下的路。掌声有请黑灯。大家好，我是黑灯，我觉得应该是我吧。我觉得今年很有可能黑灯夺冠啊。对啊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嘿嘿，你得到内幕了是吗？是，现这里可以讲啊，他内定冠军。黑灯不是老灯，他的状态非常好，非常年轻，还保持着创作的热情，这个是我想选择他的原因。是新博吗？是我。OK。有，好，耶 ，Hello。小组总分第1名的黑灯小组上台做出选择。哎，我们最强，没想到啊！哦，你为什么会选择挑战富航？报仇嘛，就是啊，因为去年就接在富航后面，然后就凉了嘛。哇，很挫败，所以今年试试看，一雪全耻。但是这没想到还得打西汉翔宇。哎呦，要死了！富航表演完就觉得太厉害了，但是我觉得应该也可以打，然后相遇演的时候就觉得完蛋了，然后西华演完我就 OK， 我垫底。谢谢。啊，我完蛋了。唱了那个片之后，觉得我是那个所有分成7个人一组。我没什么办法了，我只能拿出最好的状态吧，比就完了。哎呀，看看能不能扳回一城，再把脸挣回来。看看，加油，努力奋斗，没问题。朋友们，来给队长鼓掌！来，哇塞！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黑灯。我有点上当了。刘仁成前天悄悄地跟我讲，富航的稿子一般，残疾人都骗哈。最近啊一直在巡演，全国各地到处走，一个人就可以，带个箱子，装衣服是其次，主要是探路，能理解吗？就把它推在前面，要碰到一个障碍物的时候，哎呦，小心有东西啊！有一个楼梯掉下去了嘛，你先去死吧。就是一个20寸的导盲犬，但行李箱会有个问题，只能侧着推。你没见过人这么推行李箱的吧？对不对？有一次碰到2个隔离墩，那个狗东西自己完美的穿了过去。疼痛让人思考。我从那天开始想，有什么东西能替代行李箱，能推在正面的东西有吗？婴儿车。但婴儿车也会有个问题，你要推个空车的话，会不会显得有点变态呢？对吧？我说要不买个洋娃娃，不行，更变态。还是买了一个刚需是吧？你得用啊，对吧？推了1天就打消了我全部的顾虑，根本没人会多看我一眼，觉得有病啊什么的，不会的，人家觉得很正常，这有啥的？一个丢了孩子的父亲。所以后来去陌生的地方就会推着婴儿车探路。去年夏天想到了这个天才创意，当时还接了个活儿，一个公益机构叫金盲杖，让我去给他们学生上课。他们是教那个视障学生怎么用那个盲杖独立出行。老师还问我愿意来吗？我们公益机构只能给你800块钱课时费。我说愿意 ，OK， 你不给钱我都会去的。这个活儿太好了，这是每一个打工人的梦中情活了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给盲人上课他不用做 PPT。想到这儿的时候，我都动了邪念了。我说黑灯大胆一点，是不是其实人都不用去？给他们放录音不就完了吗？录音第1句就说那个我最讨厌插嘴的学生。
我也是第一次一下接触到这么多视障人士啊，也不太 get 到这个度啊边界在哪里啊。我觉得你站在台上人模狗样的讲话，你不得捯饬一下自己嘛，对不对？不对，我到现场才反应过来，不对，捯饬啥呀？没人看你呀。早上还琢磨着穿什么衣服合适，不穿都合适。那个老师约好了，说到校门口来接我，华东师范大学。一到校门口是吧，没人，我们残疾人也骗是吧？打电话，他说你在校门口左边还是右边呀？我说我在左边。他说那你到右边来，我在右边等你。我就有点生气了，你知道我是盲人，你不来找我，你让我去，我没有发作，强忍着怒火，推动着婴儿车往右边去。到右边发现要死了，他也是个盲人。是我想当然了，他比我还严重一些，我还能看到一点，他一点都看不见，对吧？但是他有个盲杖，就自己这么敲，一边敲，哒哒哒哒哒，走得飞快。我说你走那么快干啥？你就那么忙啊你？哎，他真的，他有可能是全中国走路最快的盲人了。盲人博尔特，还没穿丝袜那种。哎，但是，怎么说呢？华师大上课嘛，老师怕他出事儿什么的，还专门给他配了个小助理在旁边照顾一下。画蛇添足，小助理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都限制了他的发挥了，因为他不方便在外人面前展示真正的实力了。如果没有他，就我俩一碰面，他说：“哎，黑灯老师，我也不装了，咱们盲人就不说暗话了啊。其实老子会飞。”江南七怪，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？飞天蝙蝠柯镇恶，正是在下。到了教室之后，有20多个学生，就是去年夏天刚考上大学的那种视障学生，分2种情况，一种是就是还能有一点残余的视力，跟大家考的是同一个卷子，他可以带个放大镜进去考，就贴得很近，写得很慢，啊，也很厉害。去年有一个南京的考生考了641分，他那个鼻子都快碰到那个卷子了，是吧？600多分，200分是闻出来的。啊，学数学、学法学，什么专业都有。另外一种呢，基本上就是上的盲校，没什么视力了。这个相对来说选择就很有限了。就2种，第一种是按摩推拿，没想到吧？盲人上了大学学的还是按摩推拿啊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过去一摸，椎间盘突出。你说你要按摩推拿，你上大学干啥？你初中毕业你就去推呀，你推7年了，推成大拿了都已经。还有另外一种就是那2个学生印象也很深刻，学校很好，中央音乐学院，啊，音乐表演专业啊 ，Excel 表格很窄，音乐表都没写完整。我好奇是什么表，一拉开二胡。就看到二胡那一瞬间，我都扇自己。我说你刚才到底在期待什么？所有这些专业基本上也都是普通人设置的，他就大概想一想，一个人瞎了能干啥？脑子里一瞬间蹦出3个答案嘛：推拿、算命、拉二胡。啊，不是没有思考，对吧？他从3个里面精挑细选了2个，你来学，对不对？推拿、二胡，那有没有可能算命是最挣钱的呢，大哥？他们完全不了解，是吧？我这个段子说实话讲了很久了啊，但是我中途一直没有觉得有什么问题。有一次讲到这儿，有个观众从黑暗中悠悠地传来一句，他说：“那我们学的专业，我们也不喜欢。”一瞬间感觉被雷劈了，我太狭隘了。这不是盲人面对的问题，所有人都在面对同样的问题。谁的人生不是在摸黑前进？人家只会告诉你，你该咋咋咋。
对不对？你好好学习，将来上个好大学什么的，是吧？从小就要学，是吧？什么算，他看见了，他看见了。不会在乎你愿不愿意，你想不想？你只有自己亲自去迈出这一步之后，你才会知道走错了。那真是个噩耗，是吧？所以我觉得我的分享也不会教会他们什么东西，对吧？他们人生还得自己去迈。但我有一点是确定的，我那天给20个盲人种草了婴儿车。我说分享就到这儿吧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？问出来第一个问题说老师链接推给我们一下。我讲到这儿，谢谢大家。感谢黑灯的演出，谢谢。喜欢黑灯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再次谢谢黑灯。哎呀，我们演到一半还在感叹，真的只有这个黑灯能这么疯狂的去吐槽同为盲人的这个群体。大林，我们中间有一个对视，说黑灯看见付航的演出了。哦，对，黑灯有一个模仿付航，我说他坐那儿，他怎么知道付航跟这儿一直这？这个要感谢 Nora， 他不是演给我看，他说你摸着我的手。那怎么演的？拿手在转，手在转，这样看得见吗？被我爸带过去，这样手这样摸到这样转，这样转。哎，对，就是手指朝上。有了 ，callback 有了。手把手教你玩脱口秀，哎，对，真的挺好的，而且我觉得确实这个黑灯老师这种风格这种形式啊，还真就他摸着这些神髓了。当然，因为我没看过小佳老师的现场表演，我不知道您。我也没看过。哎呀，行了，只有他能说这些话。而且呢，他的这个角度，包括切入点什么的，都非常的好。然后，而且中间有一些特别缺德的包袱，飞天蝙蝠柯震恶。对，你知道他应该吹牛，告诉你往回飞。我说这也太混了，这包袱太有意思了，非常非常好，谢谢您。谢谢。谢谢您告诉牛会飞。我觉得今天是不是因为前面嘻哈演的比较炸，就是你会有压力吗？其实挺紧张的。有一点能感觉得到啊。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嘻哈吧，就是前面相遇演的也非常，他都开始卖萌了。你说那个啊，付航那个也很好。对，以上的4个表演就从付航开始，这个挑战大魔王这一环节太高能了，确实精彩纷呈，不让大家喘气儿了。对，黑灯还是整个呈现出的创作水平跟文本能力都非常强啊。因为我知道去年比赛结束之后，半年内你就做出了你的新的这个巡演主打秀。对，主打秀黑灯爆火，所以我觉得你还是很快的可以迭代自己的。其实我听过一次你线下讲这个段子，好像是有一次公益演出的时候吧，我觉得那天要比今天好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你身上是有一种混不吝的气质的。就那个东西，如果一旦出来，你的个人魅力会更强。今天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被可能前面那个氛围压制了一点，有点乖巧。不是，今年这个舞台小了，不太敢耍起来。对，啊，这个也有点关系。啊，一上来没找到这个麦，有点尴尬。确实，黑灯的这个创作能力也是真的很厉害，而且去年还跟小佳一起做了一场演出，应该是在来风吧，做那个地狱笑话秀是吧？对，就是你俩谁的创意？我一直想问这个缺德的问题。我忘了，应该是我给小佳朋友圈留了个言，好像是他发了个啥？小佳你还记得吗？小佳在哪儿？我在。就有一次他朋友圈留言，然后说可以办一个类似这种缺德大会。对。缺德大会。对，然后就开始筹备，然后没想到还真的缺德的人还挺多的。好想去看。是非常精彩的一组对决，我们看到黑灯拿到了气氛组的3票，谢谢。那么刚刚挑战魔王付航的3位，一位养成系的女明星唐香玉，一位我们茁壮的野草嘻哈，以及去年已经拿到季军，今年又带着新的作品重新出发的这个黑灯，我觉得这个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强对决。
那我们请3位挑战者都回到舞台上吧。有没有人想做个预测？我觉得嘻哈第一。其他几位默默点了头。到底有没有人挑战魔王成功呢？结果请看大屏幕。付航的表演还是一如既往的好，我觉得他这个又会成为一个大家争相模仿的，或者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梗，挺敬佩。我都不是为他开心，我就是敬佩。看嘻哈在台上表演的时候，你就觉得他就是天生做这个的。他的个人魅力，他的人生经历，他的喜剧天赋，一切东西都在以那种感觉是核聚变一样的爆发。相遇真的进化了，他现在整个的段子感觉跟去年的感觉都是另一个维度了。黑灯啊，太了不起了！我觉得黑灯没有任何问题。付航，说实话，我都会替他有一些捏把汗，因为我觉得今年新人这么猛，而且是黑灯、堂姐、嘻哈作为最强的新人一块去挑战他，我觉得都有机会，我觉得都是实力非常强，打出了一种惊天动地的感觉，直接炸开了。神仙打架，巅峰对决，毫厘之间，说不好谁输谁赢。恭喜嘻哈201票，挑战成功。哇，好高！同时恭喜付航198票，仍然是非常优秀的成绩。相遇189票，黑灯178票，太精彩了，太精彩了！下半场的观众是不是不知道，我们的满票就是203票。现场200位观众以及气氛组的组长一共只有203票。恭喜嘻哈拿到这次挑战的成功，也恭喜你是所有出场演员中目前票数最高的一位。